自从上一个视频发布以来，我看到了2个和程序员相关的新闻。第一个呢是咱们程序员终于被官方认证了成为新生代的农民工。还有一个新闻呢是 OpenAI 上新了。OpenAI 在8月11号的凌晨举办了一个线上的发布会。那天晚上由于太晚，我没有看直播。不过醒来之后，我看了一下回放，我不禁发出了感叹。 我们码农终于等到了最强力的生产工具。主持人首先介绍了一下 Codex 模型是怎么来的。记得我们上次讲的 GPT-3 吧？他们在 GPT-3 的基础上，给模型看了上百亿行的代码，并且把自然语言和代码进行了一定的联系，训练出来的模型可以根据给出的自然语言自己生成代码。他们在 demo 之前也说，这个效果非常炸裂。到底有多炸裂呢？他们说做了一个模型编程能力评测的 benchmark， 发现 GPT-3 100分满分，连1分都拿不到。这次他们发布的 Codex 模型能够得37分。 后面主持人就开始他们的表演了。主持人开始让 Codex say hello world， 老常规操作了。虽然生成的代码被2位主持人的脸挡住了，但是我们不难发现 ，Codex 可以很轻松地理解 say 等于 print 命令，然后输出了 print hello world 的代码，把 hello world 打在了公屏上。另外一个主持人立马加大了难度，让 Codex say it with empathy。这啥意思？就是让 Codex 带点感情，再说一遍呗。在这里，像我这种高情商的码农会说啊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让我们来看看 Codex 会说什么。Hello world with empathy。老实说，看到这个，我觉得没毛病。作为程序员，拿到产品经理的需求，首先肯定是理解字面意思，然后做出来给产品经理体验一下。但这个地方，其实我最佩服的是这个 it， 这个在英语里面是指代，就是它的意思。Codex 能够从刚才生成的代码里面拉出 Hello World 这句话，并且进行了拼接，这才是真正的骚操作。在我以为这玩意儿只能写 Python 的时候，主持人又开始了他的表演。他让 Codex 把刚才的那句话写成一个网页，并且存到一个文件里。看到了 Codex 的输出之后，我有点震惊，因为单从 Web Page 2个单词 ，Codex 就知道要生成 HTML 输出，这个是很厉害的。我用 GPT-3 就做了一些尝试，让 GPT-3 去读 HTML 结构，生成一个 XPath， 出来的效果也还可以，不过不是100%准确的。GPT-3 和 Codex 的差距之一。 是 Codex 能真正的掌握理解代码，并且能够灵活输出正确的代码。输出完这个网页文件还不够，再让 Codex 打开了一个 Python 的服务器，并且 surf 这个网页。这个是我佩服 Codex 的第2个地方，就是它对语言的精通程度。如果我要做一个 Python 的服务器的话，我会首选用 Flask， 因为 Flask 在 Python 的基础库上进行了封装，提供了浅显易懂的 API。 相比之下 ，Codex 就比较粗暴直接了，因为它已经把 Python 整个语言背下来了，所有 Python 的基础库它都了如指掌，所以直接用基础库整就完事儿了。这个也是我希望在日常的工作里面能够用上像 Codex 和 Copilot 这样的工具，因为作为一个程序员，资历越深，写的东西越复杂的时候，平均每天写代码的量不会很多，更大量的时候都是在查阅资料，有些时候更是在查阅基础文档。 我们有一个说法是，编程到最后不是面向对象编程，而是面向搜索引擎编程。我最近就深有体会，因为我很久没写 Python 了，学的时候还写的是 Python 2，很多新的 Python 3的基础库和语法早就已经不一样，我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查询最新的文档，才能够写好 Python 代码。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帮手，能够直接帮我把这些非常无聊的代码写出来，我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写算法和做架构上。 在最后，主持人放了一个大招。他们首先告诉 Codex 载入了一段自定义的代码，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调用发送邮件，然后再让 Codex 获取当时比特币的价格。Codex 似乎很清楚去调用哪个 API 可以拿到比特币价格，并且通过主持人提供的方法，把 Hello World 和比特币价格通过邮件发给了现场观众。就像主持人说的。 So I feel like it was a pretty satisfactory Hello World demo. I think this is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Hello World demo. 发布会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 demo 是最后演示的 Office 插件。在这个 demo 里面，主持人预先给 Office 的 API 文档进行格式化，让 Codex 读了之后，他们做了一款 Word 插件，安装到 iPad 版的 Word 里面。主持人接下来直接对着插件说话，通过语音转换文字之后，插件能够生成对应的 Python 代码，对 Word 里面的文字内容进行编辑和排版。这个东西呢，
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从进入大学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的朋友和亲人们都知道我是读计算机的，应该都很懂 Office， 很懂 Excel， 所以上大学和工作之后，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些非常复杂的 Excel 操作，问我应该怎么做。但是我心里苦啊，我压根就不怎么用 Excel。市面上有那么多数据库和工具，哪一个不比 Excel 香吗？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们就可以彻底告别这个烦恼，直接让朋友们冲着 Office 一顿吼，他们就能做出他们想要的效果。发布会之后，我想拿到内测，我每周发一个申请，然后每天睡觉前和起床之后都检查邮件，祈求能拿到内测。最后发了3个申请之后，我终于拿到了 Codex 的内测。拿到了内测之后，我准备测试一下，看看 Codex 到底能写什么样的代码。我打开了官方提供的 JavaScript Sandbox， 我准备尝试用它复制一个经典的游戏 Flappy Bird。这个 Sandbox 的使用方法和发布会的 demo 还是非常类似的。你和它说一句话，模型会对应生成一些代码。唯一不同的是，这个 Sandbox 生成的是浏览器可以直接执行的 JavaScript。我们首先先在屏幕中间放一个小鸟，在这里我准备用一个红色的球代替 ，Put a b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screen。代码生成完之后，我发现 Codex 可能觉得这个 ball 不一定是圆形的，感觉它玩我的世界太多了吧？但是不要紧啊，在这里我们补一句 Make the ball round。主体物做出来了之后，现在我们准备把障碍物也放到页面里面。我们告诉 Codex 在屏幕的右上角放一个宽50像素、高200像素的绿色长方形，然后这里我们再说放一个大小相同的绿色长方形到屏幕的右下角。Codex 是能够知道上一个长方形的尺寸，生成了一模一样的长方形到右下角。我想把这2个长方形放到一个数组里面，方便后续的引用和处理，所以我让 Codex 把这2个长方形放到了一个 array 里面。只有一组障碍物是不够的，所以这里我准备让 Codex 再生成一组一模一样的长方形，放到离上一组长方形右边500像素的位置。这里生成的代码有点意思 ，Codex 似乎不能分辨左右，长方形的确生成出来了，但是被放到了上一组障碍物左边500像素的位置。这里或许和之前 Codex 生成的 CSS 样式有关系。我本来想重新再来一遍，不过我想了一下，影响应该不大，所以我就保留了代码。随后我让 Codex 再生成一组，在这里我只说了一句 Do the same one more time， 发现 Codex 还是能准确地识别出我的意图，并且把偏移量在上一组的基础上再添加了500像素。在最后，我把这3组障碍物又放到了一个数组里面。现在我们让障碍物动起来，我先设定了一个移动的速度，然后每当一组障碍物移动到最左边，并且离开屏幕之后，我需要把它们移动到这个队列的后面。我让 Codex 帮我写一个辅助函数，让函数返回当前处于屏幕最右边的障碍物的偏移量。然后我给 Codex 描述了一遍我刚才说的算法，看看 Codex 能不能写出来。代码生成出来之后，我试着让障碍物动起来，发现障碍物并没有实现循环。仔细看了一下生成的代码，我发现因为这里障碍物的 CSS left 属性和 right 属性同时被设定，应该会产生冲突，所以处女座的我准备给它修一下。在这里我也明白了，不能100%相信 Codex 生成的代码。经过我的一通操作过后，现在障碍物可以正常循环了。接下来我们也让球开始动起来。这里我们要测试 Codex 的物理知识，给小球添加一个重力加速度。我们首先设定小球的初始速度为0，然后让 Codex 编写一个函数，让小球按照0.1的重力加速度向下移动。当小球掉出屏幕的时候，让小球复位，也重置小球的速度，让小球动起来试试看。发现重力加速度和复位的代码没有问题了。我们再让 Codex 帮我们添加一个操作，当空格键按下的时候，把小球的速度设成-5。键盘每一个按键都有一个对应的 ASCII 码，我自己一直没怎么记住，每次要用的时候还需要上网查，但是 Codex 却了然于胸，轻描淡写就把空格键的码给填上了。测试了一下，我现在可以按空格键让小球跳起来了。我们还差一个重要的功能 ，Flappy Bird 就写好了，那就是碰撞检测。如果小球和任意一个长方形障碍物重合的话，游戏结束，重新开始。我先让 Codex 帮我写这个碰撞检测的函数，如果检测到碰撞，返回 true， 然后写一个测试，把碰撞检测的返回显示到屏幕上。经过上一次障碍物移动的 bug 之后，我其实对 Codex 写的结果并没有底，但是测试下来后发现这个碰撞检测是正确的。最后我把测试代码替换成最终游戏
戏的主循环，并且在检测到碰撞后，把 Game Over 打在公屏上，3秒后重新开始游戏。最后还是有一点小 bug，Game Over 之后，游戏主循环还在继续运行。我做了一点微调之后，游戏 Game Over 的时候，屏幕上所有的物体都能正确的停下来了。最后我发现我忘了让障碍物的开口随机改变位置，但是这个 Sandbox 并不支持 Codex 重新生成中间的段落。作为处女座的我，只好把这段代码自行加上，这样下来 Flappy Bird 基本上就做好了。这种通过写注释生成代码的体验还挺有意思的，有点像和另外一个工程师一起写代码。这种 pair programming 的方式在我们工作里面也时不时会用到。但是这个模型给我带来最大震撼的衍生产品，其实还是 GitHub 的 Copilot。我其实在 GitHub 公布 Copilot 的当天就申请，2天后就拿到了内测。过去1个多月，我都在用 Copilot 来辅助我写代码。Copilot 是在 Codex 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所以实现的原理也是类似。Copilot 把当前的代码读出来，然后在此之上添加一定的提示语，传到模型，得出补全的结果。我拿到 Codex 内测之后，用 Copilot 一起写了一个 Jupyter Lab 的插件，能够让 Jupyter Lab 也有通过 Codex 自动生成代码的能力。我一开始对 Jupyter Lab 的插件系统一窍不通，插件的开发文档也写得非常简陋，我需要不断的在网上找现有的插件源码来查阅我需要做的功能。但是我惊喜地发现，只要我的函数方法名字和输入输出的类型定义足够齐全， Copilot 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帮我直接找出对应的代码，不需要再查阅 API 文档。有些时候它更是猜出了我的心思，把我可能漏掉的细节给补充上去。有一些我懒得写的代码，我也会给一个注释，然后让 Copilot 自己生成。我最喜欢的部分是 Copilot 能帮我完美的抄大段的代码。平时工作的时候，总有那么1-2个函数，我们需要大段的模仿，然后仅替换中间的某些变量。为了这么1-2个函数做抽象，貌似又不值得的时候，我只需要在下面注释和上面的函数一样，中间换一个变量， Copilot 就能帮我完美生成一大段我想要的代码。Nice. 还有一个地方我比较喜欢用 Copilot， 是它能帮我写报错信息。有些时候自己实在懒得写报错信息的时候， Copilot 就凭借着自己 GPT-3 的血统，帮我填写了一段和当前代码段落相关的报错信息。其实已经听过全网很多人喷 Copilot， 说 GitHub 不讲武德，把免费开源的代码拿去训练模型，然后还要把产品商业化，产品本身还会偷别人的代码，甚至密钥等等等等。我想试试能不能从这个技术特点本身来讲讲为什么 Copilot 会有这样的问题。首先，这个产品背后是一个超大型的语言模型，本质是吸收了大量现成数据，理解了数据本身的规律和字符之间的关系，能根据上文尽可能按照规律生成下文的程序。所以如果有身份证号码、密钥等等，只能说明这些都是在互联网的公开数据，有人，而且不少人把这些内容不小心放进代码库里提交开源了，成为了 Codex 的训练材料。另外，对于偷代码的证据，我也看了一下，在使用 Copilot 的时候，如果你只说要一个某某某算法，那 AI 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把经典中的经典抄出来，就像背唐诗一样。对于 LeetCode 的题目也是一样，线上的公开答案太多，像我自己提交过的算法题，答案就是开源的，模型直接给你拿来一个答案也很正常。说写出来的代码质量很低，那的确 GitHub 上面茫茫多的开源代码水平必然是参差不齐的，有 bug 或者安全漏洞很正常。语言模型在很多时候被专家们称为信息提取系统，它不是真正的在思考然后生成代码或者文字，而是根据提供的语料生成最有可能跟在后面的字符。总的来说， Copilot、Codex 和 GPT-3 根本不知道并且不理解自己写了什么，只是生成的数据准确率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写出来的语句是通顺的，生成的代码也不报错。知道了这个原理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模型写排比能写那么精准，而让它根据注释写代码的时候却不一定准确了。至于代码版权问题的话，我觉得短期内不好解决。像刚才 Copilot 抄的 Quick3 传奇代码，现在 Copilot 修复的方式也只是粗暴的添加一个关键词屏蔽，因为模型实在太大，如果要彻底去掉版权限制的开源代码，恐怕需要很多人力资源来做数据清洗。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世界末日，如果我们能理解并且按照规则使用的话， Copilot 还是很香的，能够帮我们写大部分我们不想写的代码，能让我们早一点下班收工，也能让搬砖变得更有意思起来。依我看来，如果把 AI 写代码这件事和自动驾驶做一个类比，也分5档的话， Copilot 和 Codex 这种自动化大概在 Level 1上下，他们暂时还不能代替程序员，所以我们的工作保住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全部的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不错，
可以给我来一个一键3连。如果你对我做的内容有一些想法和建议的话，请给我私信或者在屏幕下方给我评论。我是西门良，我们下期再见。